哎呦，又见面了，目前的帅哥美女，大家好，我是 Ryan。通常啊，我们汽车频道大多数都会带你们看一些新车啊、试驾新车的内容啦。但是去年才推出的电动列车啊，我相信接下来呢也会成为其中一个非常主流的交通工具之一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去年才推出的 ETS 电动列车呢，它会带给我怎样的体验？今天就随着我的这个 JBKL ETS 一日之旅来一起一探究竟吧。这个肯巴斯巴路的火车站呢，是在2024年开始启用的哈。它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取代旧的肯巴斯火车站，并且加入这个电动列车服务。现在你们在画面上面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这个肯巴斯巴路火车站的 parking lot 啦。这 parking lot 还有提供这个雨盖服务哈。今天如果你们选择要搭这个电动列车出门远行的话，你们可以把你们车子停在这边，然后搭乘这个电动列车去到你们要去的目的地。但是这个 parking lot 暂时性是免费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们车子停在这边，有些什么冬瓜豆腐啊，比如撞到啊、被偷啊、刮花啊，那么就自行负责啦。好，坐上这个 ETS 列车大概有1个小时多的时间了哈，我也大概摸清了这辆车的一些特点啊。首先，这个 ETS 列车呢，它对比起传统的柴油火车来说，这辆车呢，它是采用了纯电驱动的啦，所以这个排放污染以及这个噪音方面呢，都会比起传统的柴油火车来得少。再来就是，据官方所宣称，这辆车它的最高时速是可以高达160 km/h。而传统的柴油火车，它的最高时速最多也只是140 km/h。但是我有搜索到啦，通常啦，这个柴油火车它行驶的时速大概介于100到110之间啦。而这个 ETS 列车呢，我有观察到它的行驶时速高达了138 km/h， 所以也是比起传统的柴油火车来得快。再来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安全性方面呢，也会比起传统的柴油火车来得好。可能有观众朋友听到刚刚我说到这个140 km/h 啊，就会想到140 km/h 就相当等于我们从 JB to KL 驾车的时速。所以为什么要选择搭这个 ETS 列车呢？要知道，你从 JB 到 KL 驾车啦，你会塞车，而 ETS 列车它不会塞车，所以它到达的时间是肯定相当稳稳的啦。当然，如果你要选择更快到达你的目的地，你也可以选择坐飞机啦。而搭飞机来讲的话，肯定它的花费会比起你搭 ETS 列车来得更加的多。讲讲呢，我在选择搭这个 ETS 列车之前啊，我去搜索一下飞机票啦。JB to KL 的飞机票呢，价钱大概是在80块钱啦。可是到了 KLIA， 我要搭专门的火车才可以去到 KL Central， 价钱大概是在59块钱。所以所花费下来的费用肯定是比起 ETS 列车来的更加的多。当然，你想要更快到达目的地，肯定是要花费更多的金钱的啦。这个有一个很好的形容词，叫做等价交换。再来第三个特点就是啊，这个 ETS 列车它有分4个等级 ：Silver、Gold、Platinum 跟 Business Class。Silver 它是穿行于吉隆坡到怡保之间，它的停靠站的次数也会比较多，当然它的价钱啊也会比较便宜。而 Gold 等级来讲的话呢，它停靠的时间也会比起 Silver 来得少，而且穿行的距离会比较长，从 JB 去到 Perlis 都可以搭乘这个 Gold 啦。再来第3个等级就是 Platinum。Platinum 来讲的话，它的价钱大概是在89块钱，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椅子也会比起 Gold 来的大张。如果你的预算非常充足的话，想要坐得更加的舒服，你也可以选择 Business Class 啦。这个 Business Class 的价钱大概是在159块钱啦，它的椅子比起 Platinum 肯定是更大张、更舒服。
而且它还提供了餐饮服务、USB 充电等等这一些功能啦。至于这个列车等级，不是你想要选就有的选的啦。比如今天我的 KL 活动是1点半嘛，所以我在12点的时候必须到达 KL Central， 因此我是只有这个7点42分的班次，也就是这个 Go 等级才可以让我做选择。至于这个 Go 等级的椅子乘坐体验来讲的话，整体坐下来啦，就好像我在坐那种 Express Bus 这样子咯，有一点硬，椅背的倾斜角度嘛，可以调的也不多啦。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搭这个 ETS 列车的话，我个人建议你想要坐得更加的舒服，你可以选择靠墙壁的，这样子的话呢，你的椅背倾斜角度就可以调得更加的多。至于食物方面这个 Go 等级的列车它也是有提供这个 canteen 服务啦。这个价钱来讲的话嘛，我觉得就偏贵了啦。像你们刚刚看到我吃的这个冬阴炒米粉价钱是13块钱，不过它只是一个微波炉食物啦，分量没有很多，它的口感嘛，我觉得还算是普普通通啦。Later。好像有人已经到达了 KL Central 这边了啦，到达这边的时间大概是12点11分这样子啦，所以对于官方所给到这个行程时间还算是蛮准确的哦，而且还稍微有点提早。现在呢，我就要搭这个 Grab Car 啦，去到我今天要去的地方，也就是位于沙阿兰的多大马来西亚总部。好，现在时间已经是7点多了哈，我搭乘这个返回 JB 的电动列车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啦。这个返回电动列车呢，我是选择了 Platinum 版本，也就是比起我早上所乘搭的 Go 版本来的更加的高级。一上到这个 Platinum 版本的电动列车，它给到我的第一印象就好像从政府医院去到私人医院那样非常的高级，非常的舒服。它的椅子也会比起我早上所坐的 Go 版本来的更加的大张，更加的舒服。首先就是这个椅子它有这个腿托的功能，在每一张座椅都有这个餐盘，以及在这个椅子下面它还有配有240V 的3角插孔以及 USB 充电孔。再就是在椅子上面它还有这个5kg 的 Data Record 的挂钩哦。如果你们今天是远行要办公的话，需要充电，确实这个 Platinum 版本它的椅子真的是满足你的所有充电需求啦。再来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 Platinum 版本的电动列车呢，在我们头上的告示牌还会显示当前你这一节列车的厕所有没有人使用。因此你们上厕所的时候，你们不必特地去到厕所看有没有人使用啦，你们只要抬头一看就可以知道现在厕所有没有人在用啦。至于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个 Platinum 版本的这个 canteen确实比起我早上的 Go 版本来的更加的干净整洁整个看起来真的是非常atas。可是那个价钱来讲的话呢，就跟早上一样啦，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去 7-Eleven 买那些微波炉食物的价钱大概1份在10多块啦。至于这个 Platinum 版本的这个电动列车有一个小小的缺点，我不太喜欢的就是它的冷气真的实在太冷了这个室内温度呢可以低于17.8度。如果有打算坐这个 Platinum 版本的电动列车的朋友你们晚上的时候最好准备一件冷衣现在我穿着长袖的衣服，我还是觉得很冷除了这个 Platinum 版本的电动列车之外刚刚我也有跟这个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 Business Class 那边的情况啦。到底 Business Class 跟 Platinum 版本有些什么不一样呢？首先第一点就是 Platinum 版本它每一节车厢的椅子是有60多张椅子，而 Business Class 的椅子呢，每一节车厢是只有36张的椅子，而且 Business Class 是只有在一节车厢才有的然后里面还会提供2个餐点，一个正餐，一个点心，然后还有 WiFi 水这些的服务提供给你们。而且你上车的时候还会有特别的 Business Lounge 给你们去休息，优先上车权也会比起我们这些买80多块钱的票的人来得更加的快，更加的早。好，听完了我分享这个 ETS 电动列车之旅现在我就来总结一下，到底搭乘这个 ETS 电动列车有没有比起我从 JB to KL 驾车来得更加的省。我也算过了，如果我今天驾车从 JB to KL 驾我的86的话呢，大概多钱加上油钱大概是在200出块啦。而今天这一整趟的之旅呢，所花费的费用大概是在210多块之间。
是否有省到吗？我个人觉得就取决于你自己啦。所省的东西呢，算是比较隐形的费用啊，比如轮胎啊、你的 service maintenance 啊，再就是你就不需要有这种塞车的焦虑啊，你的车子在highway也不会有被撞的风险啊。所以这些费用啊是属于比较隐形的费用啦。至于对于今天的这个 ETS 之旅啊，其实有一点让我出乎意料之外哦。这个 ETS 电动列车，它整个的行程真的是非常准时哦。讲真的啦，我个人其实对于马来西亚的公共交通算是非常失望的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经历过2次 delay。第一次就是我中学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在中学的时候，我是去这个 The Store 打工嘛。The Store 有些时候那个丢地时间是会到很晚的，然后我就10点半的时候我就搭这个巴士回家。可是有一次那个巴士呢，竟然10点半没有到。我一直等到12点，那个 bus 才到。至于第2次失望呢，就是我从 KL 搭飞机回来 JB， 当时候我的飞机票是7点的飞机票，我5点的时候已经到达了这个 KLIA， 准备 standby 登机啦。可是我一到 KLIA 的时候，我一看飞机的告示板啊，7点的飞机 delay 到11点。要知道，跟我一样上来 KL 一起开会的朋友啊，他们那些驾车的朋友已经到达了 JB， 可是我还在 KLIA 机场像个傻子这样子在等这个飞机，所以这个就是第2次造成我对马来西亚公共交通失望的原因啦。但是好在就是这个 ETS 列车啊，整个的过程我觉得非常的舒服，行程时间真的是非常准时，这点就让我对于马来西亚公共交通有恢复到信心啦。然后价钱来讲的话呢，确实啊，如果今天你是去到这个 Town Area 有朋友载你的话，你只是单单坐这个 ETS 列车去做一个往返，这样子你所花费的费用啊，肯定会比起我们从 JB to KL 开车来的更加的省。所以以上内容啊，就是今天这个 ETS 一日之旅的全部内容好啦。对于这样的内容，不知道观众朋友你们觉得如何呢？欢迎你们在下面的留言栏让我知道。好了，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拜拜。然后终于回到根巴斯巴路这边了，回到这边的时间大概是9点50多分，对比官方所给的这个9点48分的时间啊，是多了几分钟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还算是可以在接受范围之内啦，好过在机场等5个小时的飞机，这一点给这个 ETS 火车一个赞啊。